我和公公合伙开的卤味店，一年净赚600万，3个儿女每家分走200万，而我一分也没有。公公拍着桌子笑：你家比他们几家都有钱，也不缺这点儿。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大嫂二嫂跟着附和：是啊，弟妹，你家那么有钱，我们几家穷，就当帮扶我们一下吧。我扯开嘴角笑着点头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卤味店的全部流动资金，独家卤料供应，一直是我一个人扛起来的，现在分钱却没我的份儿。等他们分完钱后，我直接离场，开车去了卤料代工厂找到老板。老板惊讶地看着我：确定要取消全部合作吗？我认真地点头，全部取消。过年放假，许家围坐在一起分卤味店的利润，公公许国良坐在主位，红光满面，举着酒杯意气风发。这几年卤味店一共赚600万，全靠咱们家人一起努力，今天一起分钱。大嫂二嫂眼睛瞬间亮了，摩拳擦掌就等着拿钱。丈夫许俊峰在桌下悄悄攥紧我的手，我回握他，让他安心。公公先把卡递给大哥，这里面有200万，老大，拿去换个大房子。大哥和大嫂喜极而泣，谢谢爸，祝您健康长寿。接着公公又把卡递给二哥，老二，这200万拿去，把工作辞了，做个小买卖。二哥直接跪下：爸，您对我也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孝顺您。屋子里的气氛来到最高潮，桌上只剩最后一张卡，所有人目光都落在我和丈夫脸上。我手心微微出汗，等着公公念我的名字，可下一秒，许国良却直接绕过我，把卡塞给了旁边一个对着镜子涂口红的女人。那是小弟许俊杰的前妻，当初嫌弃家里穷，跟着别的男人私奔，离婚3年了，最近家里条件好点了，这才同意跟小弟回来。小蕊啊，这200万就给你了，这次跟小杰复婚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女人连忙丢下手上的口红，双手接过银行卡，满脸笑容：爸，您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往外乱跑了，一定一心一意跟他好好过日子。好啊，不愧是我们家的好媳妇儿。满座都是恭维声，我坐在一边，脸色越来越差，没人在意我，所有人都当我不存在。整整600万，3张银行卡当场全部分完。我丈夫许俊峰脸色低沉，终于小声喊了一句：爸。许国良转头瞥了我们一眼：你们2口子条件好，不差这点钱。李晓彤不是傲气吗？我这点钱他看不上。大嫂二嫂立刻起哄：就是弟妹本事大，哪像我们穷，条件好让着点我们也是应该的。许俊峰在桌下死死拽着我的手，使劲捏了捏。他怕我哭闹，怕我伤了家里和气，怕我让他丢脸，但我没哭也没闹，而是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站起身子，淡淡开口：我吃好了。旁边的大哥阴阳怪气道：有本事又怎样，还不是比不上一个抛夫弃子跟人私奔的女人。我推开包厢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许俊峰追了出来，语气中带着责备：小童，饭都没吃完就出来，你干什么？甩脸色给谁看？我心像被冰水浇透，你爸分红600万，一分也没给我。他却眉毛一皱，理所当然地说：我们又不差这点钱，干嘛那么斤斤计较？我彻底心寒，到这一刻他都没为我说过一句话。3年前合伙，你们家只凑了40万，剩下260万都是我出的。之后的经营，你那几个兄妹一个也没来过。卤料配方是我研发的，食材是我谈的，客源也是我拉的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越来越激动：给拿我辛苦3年赚的钱，给他的3个儿女分红，一分不给我。许俊峰，你倒是给我说清楚，我在你们这个家到底算个什么？许俊峰张了张嘴，握住我的手，半天只挤出一句：我爸没别的意思，他就是想帮衬一下我哥哥弟弟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所以就连你也觉得我有钱就活该被他们占尽便宜，让他们吸血吗？他不说话了，眉头紧皱，却始终不肯站在我这边说一句话。我抽出手，扭头就往外走。他站在原地不断喊我的名字，可我没有回头。走出饭店，我眼眶酸涩，心里一片冰凉。这几年我把钱、精力、真心全砸进许家和卤味店，到头来却被他们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还被人嘲笑。既然他们家不会算账，那这笔账我亲自算。我踩下油门，
直奔成交卤料厂。到了卤料代工厂，前台说老板出去调研市场了，让我稍等。手机不停震动，全是许俊峰的消息。小童，我爸年纪大了，就算说话有点过分，那你也不能跟他甩脸子啊。小弟和他前妻刚和好没多久，你就当顾及小弟的情面，帮衬他们一回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大哥二哥他们挣的死工资也不容易，你多体谅一下他们行吗？他还是一心向着他的家人说话，字字句句都是让我体谅。可作为我的丈夫，他却从没为我考虑过半分。我体谅他们，有谁体谅过我吗？5年夫妻，寒来暑往，我终于看清他和他们一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们仗着我性子软，拿着亲情做幌子，一味的算计和压榨我。许俊峰心里或许对我存有几分情谊，但在他的天平里，我从来都比不上他的父亲和一众家人。他骨子里生性懦弱，还死要面子，愚孝入骨。就算我为他倾尽真心，付出一切，也抵不过他家人随口一句偏袒，更比不上他执意维护的所谓家族体面。我默默退出聊天界面，点开了体检中心的后台。前阵子给许国良订的那批价值3万的进口药，一直还未配送。如今再看，这份心意终究是多余了。我毫不犹豫点了退款，系统清脆的提示音，像是给这段不值得的付出画上了句号。老板外出调研回来，我跟着前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，直接递上一份文件。合作解约函。我点点头。是的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停止对卤味店的卤料供应，原本预定的3吨全部取消。盯着手里的文件，满脸难以置信。李总，您付出这么多心血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说停就停？公司上下都很爱吃你家的卤味，要是就此停业，我们往后都不知道去哪儿解馋了。我神色淡然，语气平静无波。卤味没出问题，出问题的从来都是人心。卤料厂老板闻言一怔，随即缓缓点头，眼里已然了然于心。他在行业里摸爬滚打10几年，见惯了合伙反目、亲情纠葛拆散生意的场面，也无数次亲眼见过我独自一人为卤料配方四处奔走，反复调试打磨的模样。卤料厂老板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，语气带着几分迟疑开口：那定金方面？我面无表情的点点头。合同里的违约金我照赔，合伙就此作罢，往后这卤味生意我自己单独做。卤料厂老板顿时释然一笑，当即低头落笔签下文件。好啊，李总的为人和本事，我向来放心。从工厂出来，许俊峰还是在不断给我发着消息。李小彤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爸打电话你都敢不接了，这个家还过不过了？我回都没回，又拨通了食材供应商电话。王姐，许记卤味店以后的订单我不再管了，以后的订单全部取消，后续全都现货现款。供应商惊讶道：李总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我准备单干，不在那家店做了，以后有需求还找你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微信，在几个爆满的老客户群里发出公告：各位朋友，我已离开许记卤味店，不再负责任何事务，目前新店筹备正在中，后续会通知大家，感谢支持。消息刚发出去，群里就直接炸了。没有你的卤料还叫卤味吗？等你的新店开业，我们一定去捧场。我没回复，直接退出群聊。卤味店公账上还有我留下的216万临时备用金，我直接赚回自己银行卡，一分不留。最后我拨通了闺蜜王珍的电话：珍珍，帮我找一找位置好、面积大的店面。王珍听完立刻激动地笑了出来：太好了，小彤，你终于要单干了。她顿了顿，语气又沉了几分，满是愤愤不平。我早看不惯你老公那一家子了，啥忙不帮，整天白吃白拿不说，还总对你指手画脚，好像你欠他们的一样。不等我接话，她又立刻放缓语气，满是笃定地安慰我：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听着闺蜜对我毫无保留的支持，我嘴角不自觉地扬起，终于露出了疲惫的笑容。我对着电话轻声说：谢谢你，珍珍。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坐进车里，手机却不停地在震动。是许俊峰，我根本懒得理他，直接把手机关机丢到一边。憋了5年的郁结，在这一刻彻底散开。我没回和许俊峰的家，而是开车回了我父母家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温暖。母亲正在浇花，看见我立刻笑开了花。父亲从书房出来，满脸欢喜：小彤，今天终于有空回来了，店里现在不忙了吗？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
多做点你爱吃的菜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接过我手上刚脱下的衣服，替我挂到旁边。母亲也连忙去洗了水果，端过来。你不是最爱吃这个青提了吗？我昨天出门刚买的。他走到我身边，把果盘递到我手里，又伸出手，轻轻擦了擦我脸颊上的灰尘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是不是累着了？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快坐沙发上歇着，妈给你炖排骨汤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爸妈因为我回来开心的忙前忙后，眼眶一热，鼻尖微微发酸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受了多少委屈，无论我过得多艰难，父母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我咬了咬嘴唇，把即将掉下来的眼泪逼回去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好，妈，我早就想喝你炖的汤了。我所有时间金钱都砸给了许家和卤味店，为了顾及许俊峰的面子，为了所谓的家，我一次次委屈自己。每次爸妈打电话过来，我总是笑着说店里忙走不开，就连逢年过节来陪他们吃顿饭都是匆匆忙忙的。可到头来，我在许家落得个什么下场？没有一个人在意我的感受，还被人当作提款机疯狂吸血。温暖的阳光洒在客厅里，我拿起一颗青提放进嘴里，默默对自己说，往后余生，钱财也好，真心也罢，只留给值得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给手机开机，许俊峰的电话就炸了进来。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接了。许俊峰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急切和暴躁，几乎破了音。他全程没问我一句委屈，态度咄咄逼人。你把钱转哪儿去了？供应商给我爸打电话说你不担保了，卤料厂也不供货了。李晓彤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要毁了这家吗？听着他理所当然的质问，我没有解释，没有争辩，甚至没有多余的情绪，只抬手按下了挂断键。母亲正在打扫卫生，我快步走过去，轻轻从她手里拿过扫帚。妈，我来吧。母亲直起身子，对我温柔一笑。好，那妈去给你烙你最爱吃的鸡蛋饼。我认真地打扫着家里的卫生，随着扫帚的起落，心底的烦躁也渐渐平复下来。午饭刚吃完，我正陪着父母坐在沙发上说话，院门突然被人拍得震天响。许俊峰在外面大吼：李晓彤，你给我出来！母亲吓了一跳，连忙起身去开门。刚拉开一条缝，许俊峰就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猛地推开院门冲了进来。他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眼底满是戾气。我站起身，平静看着他，他瞪着通红的双眼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抽走资金，停了卤料，供应样商全都要现款，店还怎么开？我迎着他的目光，语气淡淡，没有半分波澜，一字一句清晰地回：不下去就别开了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许俊峰的怒火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的鼻子歇斯底里的嘶吼：那是我爸的心血！李晓彤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我忍不住冷笑，笑声里满是嘲讽。心血，真正的心血，不是平时对店里的死活不闻不问，一到分钱，一到需要扔人兜底的时候，就跳出来道德绑架我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。许俊峰，我帮了你们3年，店前盐卤料拉客源，起早贪黑，累死累活，我换来的是什么？你爸把我当外人，你哥哥把我当笑话，你把我当冤大头。我提高声音，一字一句道：你家的忙我帮够了。许俊峰愣了愣，放出狠话后转身就出了家门。好好好，没有你我们照样开下去，你会后悔的。这时候我爸妈走到我面前，眼里带着心疼与担忧。父亲拉着我的手说：不管怎样，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。这时候手机又响起来了，是王真。小彤，我给你看了几个位置和面积都不错的店面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快来挑。父亲听到话筒里传来的声音：开新店缺人缺钱，随时说，家里还有不少积蓄，我和你妈都能帮得上忙。我心里一片滚烫，我现在只后悔没有早点离开许家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全身心都扑在了新店上，彻底不管许家死活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我敲定了一间铺面，距离原来的老店仅隔3条街，120平的空间布局规整通透，后厨设备崭新齐全，水电走线规范，
没有任何隐形收费，省去了我一大笔翻新整改的费用。我亲自盯装修、订菜单、调卤料、对接货源，每一天都忙碌又充实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鲜活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许家老店的处境日渐窘迫，没了我亲手调配的秘制卤料，他们选择低价采购劣质卤料包敷衍了事。现在的味道完全没有以前的好吃了，没了我把控食材品质，他们为了压缩成本，专挑便宜的冷冻食材，连新鲜肉类都舍不得进。老顾客吃过我做的卤味，味蕾早已被养得挑剔，一口便尝出差别。短短几日，差评四起，吐槽声源源不断，甚至还有人吃到发酸的卤味。客流每天都在减少，每天都在亏钱，我听了只觉得可笑。这就是因果报应。我心底清楚得很，从前我守着老店时，在原材料上从来都不惜半分成本，每日天不亮就去生鲜市场挑货，所有肉类全部都是当天现杀，绝不用冷冻积压的次品。而熬制卤味的香料更是我亲自跑去产地，挨家对接农户，敲定直供渠道，省去中间商差价，只选品质上乘、风味纯正的干货。他们本性贪婪又吝啬，根本舍不得像我那样下血本，更懒得花费心思钻研卤制火候、调配口味，一味贪图便宜，敷衍了事，留不住回头客实在太过正常。我轻轻摇摇头，眼底只剩一片淡然。不过现在他们的事情跟我早已没有半分关系。我白天跑建材选材料，晚上和设计师对方案，忙却踏实，闲下来就陪父母买菜、下棋、看电视，日子平静又幸福。偶尔空闲，王真会约我出门逛街探店，或是去美容院做护肤放松，卸下满身疲惫，打理自己的容貌体态。我慢慢找回了曾经鲜活明媚的自己，没有了许家那一大家吸血鬼趴在我身上无休止吸血，不用再为旁人的懒惰贪心买单，不用再委屈自己一味迁就。我的生活终于彻底松弛下来，风是温柔的，日子是明亮的。半个月后，我正在院子看书，突然被拍门声震得耳朵疼。打开门，许家的一大家子浩浩荡荡站在门外，堵住了大门。许君峰站在最前面，脸色憔悴暗沉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身后跟着大嫂、二哥、小弟，还有小弟的前妻。一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戾气十足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泼辣的大嫂就往前一步，指着我的鼻尖，扯开嗓子就开始厉声吼叫，语气刻薄又蛮横。李小彤，现在客人全走了，店里每天亏上万，这全部都是你搞的鬼，是你故意报复我们，你赔我们钱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，语气带着寒意。我报复你们？我离开许家之后，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你们，你们生意变差了，是你们咎由自取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这话彻底激怒了众人，二哥猛地往前踏出一步，居高临下地逼近我，眼神凶狠，语气强硬又蛮横。少废话，别给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把卤料配方交出来，那是老店的核心，是店里的根本，你不能带走。我眼神冰冷，淡淡扫过眼前这群贪婪的人。当初我主动提议，大家一起研发改良配方，是你们一个个嫌麻烦，找借口推辞，只顾着偷懒享乐，谁都不肯上心。现在看到配方的价值了，就想来白拿，晚了。我语气笃定，字字清晰。当初合伙合同写得明明白白，这套秘制卤料配方，所有知识产权归我个人所有。现在合伙关系终止，你们没有任何资格使用我的配方。人群里，小弟的前妻嗤笑一声，满脸不屑地站出来，语气阴阳怪气，带着赤裸裸的质疑。就算配方是你的，你说当初开店你投了260万，谁会相信？少来骗我们！我闻言，平静地拿出手机，指尖利落，点开加密相册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将密密麻麻的付款凭证、账单流水展示在众人眼前。屏幕上字迹清晰，一笔一笔款项一目了然。我语气平淡，冷静地报出每一笔开销。装修费用80万，后厨全新设备80万，前期运营垫资60万，食材原材料储备40万，银行流水、对公转账记录、私人借条、装修发票、进货单据，所有凭证一应有权，没有一分虚假。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喧闹叫嚣的众人瞬间噤声，一个个瞪大双眼盯着手机屏幕，脸色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嘴唇烟爪着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场面格外滑稽。
沉默片刻，一旁的小弟依旧不死心，咬着牙，带着蛮不讲理的语气执拗开口：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还我们投资款。当初我们家也投了不少钱，不能就这么打水漂了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笑声里满是嘲讽与凉薄，目光冷冷扫过许家所有人。许国良给你们每人分200万，合计600万。我顿了顿，目光锐利，字字铿锵。当初开店，你们总共只出了40万。算一笔最简单的账，抛去你们那微不足道的出资，你们每个人倒欠我180万以上。我往前半步，气场全开，直直逼视着他们慌乱躲闪的目光，语气凌厉：要我还钱，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。喧闹的人群瞬间死寂。小童，算我求你，就当给我和我爸留条活路，回去帮帮我们好不好？我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心底没有半分波澜，语气淡漠的没有一丝温度。要么自己把店做好，要么就倒闭。你们四肢健全，有手有脚，踏踏实实干活，怎么都不会饿死。话音刚落，身侧的父亲上前一步，身形挺拔，脸色严肃冷峻，周身带着不容侵犯的气场。他扫过面前一群蛮不讲理的许家人，声音沉稳有力：我都听明白了，你们就是仗着人多，想白白占我女儿的便宜。他拿出手机，屏幕亮起：最后给你们10秒钟时间，立刻从我家院子离开，再不走，我直接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，寻衅滋事。许家人面面相觑，原本嚣张蛮横的气焰瞬间消散，一个个局促不安地往后缩。大哥不甘心地咬牙，狠狠瞪着我，恶声恶气地撂下狠话：李小童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一群人灰溜溜转身跑了，厚重的院门被我轻轻合上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嘈杂与戾气。院子里重新恢复安静，微风拂过花草，依旧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我紧绷了许久的脊背缓缓放松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积压在胸口的郁结彻底散去。往后几日，我专心扑在新店筹备上，装修进度一日一个模样，简约干净的装修风格，搭配通透的布局，处处透着舒心利落。我敲定长期合作的卤料厂，将反复调试、升级优化后的全新配方交付过去，香料品质、配比火候全部由我亲自把控。整理好老店留存的客源名单后，我编辑完文案，给每一位老客户逐一发送开业通知，定下下周6正式营业。消息发出的短短几分钟里，聊天框不断弹出回复，清一色都是暖心的肯定，一定到场捧场，就等你开店，别人做的卤味吃不惯，支持老板娘准时过去。看着一条条真诚的留言，我唇角扬起柔和的弧度。日复一日的忙碌虽然辛苦，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安稳充实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正在一步步走向更好的自己。开业前夕，一个尘封许久的号码突然打入我的手机，来电备注是许国良。我迟疑2秒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刚接通，听筒里就炸开许国良粗俗又刻薄的怒骂，语气暴力难听：李小童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要害死我们吗？你断我生意，抢我客人，赶紧关了你的破店，把我的配方和客户全都还回来。当初我就不该同意俊峰娶你这种白眼狼。我却异常平静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手机边缘，一句话堵得他说不出话。我的店开在哪里，是我的人身自由。有本事，你们就用心把店做得比我好。别说我抢你生意，你的客人从来都不是我抢走的。这几年，我自掏腰包店前运营，熬夜钻研卤料配方，四处奔波拉拢客源。你们一家人轻轻松松拿走600万分红，扪心自问，你们给过我什么？我停顿片刻，语气带着一丝凉薄的嘲讽：许国良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说，到底谁才是真正没良心的人？电话那头陷入长久的死寂，唯有粗重的喘息声不断传来。许国良被我怼得无话可辩，最后气急败坏地狠狠挂断电话，听筒里只剩下冰冷的嘟嘟忙音。我放下手机，轻轻摇头，眼底一片漠然。人性向来自私又贪婪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反思自己的过错，永远只会把所有不幸怪罪到别人身上。开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家里处处透着温馨的烟火气。爸妈主动帮我筹备开业礼品，打理店内装饰。闺蜜王珍发来消息，说已经约好一群姐妹，开业当天专程过来给我撑场面。我的亲哥嫂得知我被网暴，被许家恶意抹黑，连夜从外地驱车赶回来。哥嫂一向疼我，从前我在许家受委屈，
他们屡次劝我及时抽身，是我念着多年感情一再妥协。这一次，他们二话不说出钱出力。大哥连夜联系花艺行，定制了满满一整排开业高档花篮，又采购喜庆红绸、开业横幅。嫂子细心贴心，帮我清点开业赠品，打包礼盒，还特意帮我多雇了2个临时店员，生怕开业当天人手不够，让我受半点劳累。哥嫂忙前忙后，全程没有一句怨言，只反复叮嘱我放宽心，有娘家撑腰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所有人都在为我的新店保驾护航。开业前一天傍晚，我的手机再次震动，是许俊峰发来的短信，简短几个字：小童，滨河公园，我在河边凉亭等你，见一面。我盯着屏幕沉默良久，过往5年的零碎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最终淡淡回了一个字：好。滨河公园的晚风带着凉意，凉亭里灯光昏沉，许俊峰独自坐在石凳上，身形单薄，胡子拉碴，眼下乌青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满脸憔悴疲惫，早已没了往日的散漫肆意。我在他对面落座，还未开口，他便沙哑着嗓音，语气带着浓重的疲惫与无力：小童，自从你走后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差，亏损越来越多，店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最开始我哥我妹他们还拿分红补窟窿，可赔得多了，他们再也不肯往外掏钱。现在店里账上空空如也，连每天买菜进食材的钱都拿不出来了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压低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窘迫：我爸突然脑溢血，需要长期治疗，医药费高昂，家里根本拿不出钱。我神色平静，没有丝毫波澜，淡淡开口：你们一家人前后分走了600万，这笔钱随便凑一凑，都足够治病周转。许俊峰面露难色，眉头紧紧皱起，语气无奈又难堪：大哥拿钱全款买了新房子，二哥开了个饭店，谁都不肯把钱拿出来补贴家里。小弟刚哄回来的前妻拿到钱就再次跟人跑了，现在人都找不到了。话音落下，许俊峰突然伸手，猛地攥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带着近乎卑微的恳求：小童，我求求你，再帮帮我们家，就当是我向你借的，我以后一定慢慢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沉默不语，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动容。见我毫无反应，他情绪慌乱，猛地推开身下的椅子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就要当着路人的面下跪。我抬手轻轻抵住他的胳膊，稳稳将他扶住。心底最后一丝残存的情谊在这一刻彻底熄灭，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我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，语气平静却无比坚定，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：我们离婚吧。离婚2个字出口，覆水难收。许俊峰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，瞳孔微缩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泪水毫无预兆地从眼角流出，声音发颤：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我轻轻点头，眼神澄澈又坚定，没有半分犹豫。对。他脸色骤然涨红，嘴唇不停发抖，情绪失控之下陡然拔高音量，引得公园散步的路人纷纷侧目看过来，所有人好奇探究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。为什么？他红着眼眶，语气满是不甘与质问。就因为我爸没有分你钱，我们5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抵不过这点钱吗？我心底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哀，胸腔发闷，缓缓开口：不是因为钱。我抬眼直视他，冷静细数过往所有委屈。你爸分红600万，3个儿女每人分到200万，唯独我1分没有。就因为我有钱，所以在你们眼里，我就不该拥有这份分红，是吗？你大哥当众笑话我，你坐在一旁沉默不语，冷眼旁观。你一家人浩浩荡荡闯进我父母家闹事，你永远站在你的家人那边，从来没有护过我一次。许俊峰，我付出再多，你都觉得理所当然。许俊峰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结弱着想要解释，却喉咙干涩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僵持许久，他才艰难挤出一句苍白的道歉：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轻轻摇头，眼底毫无波澜，只剩一片冰冷的平静。许俊峰，隔阂早就生根发芽，破碎的东西永远也拼不回原样。你根本不明白，我们已经不合适了。他颓然低下头，滚烫的泪水砸在冰凉的木质桌面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，声音哽咽沙哑：
你真的一定要离婚？我没有丝毫迟疑，再次笃定点头。对，你找个时间，我们一起去登记一下。我刚起身准备转身离开，许俊峰双腿一软，直接重重滑跪在凉亭的地砖上，膝盖磕碰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刺耳又突兀。他红着眼睛，情绪彻底失控，朝着周围围观的路人嘶吼大喊，语气悲愤又扭曲：“大家评评理！大家评评理！你们都看一看，这个女人抢走我家卤味配方，挖走我家客户，害得我家生意破产，我父亲重病，现在还要狠心逼我离婚。她到底有没有良心，还是不是人？”这一跪碾碎了仅存的情分，也颠倒了所有黑白对错。一瞬间，我从任劳任怨、付出一切的那个人，变成了旁人眼中忘恩负义、冷血无情的恶人。喧闹的声响引来了更多路人围观，众人纷纷停下脚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嘈杂的议论声瞬间四起，密密麻麻将我包裹。看着温婉体面，没想到心肠这么狠，抢公公的生意，人家父亲生病还逼着离婚，真缺德！这男人也太可怜了，摊上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妻子。周遭的指指点点刺耳又难听，一道道异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鄙夷、厌恶与不解。不少路人下意识掏出手机，点开摄像头，默默记录下这一幕。镜头里只有跪地痛哭的许俊峰和漠然站着的我。我孤身站在人群中央，安静看着他拙劣又可笑的表演，心底翻涌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寒凉。我想起婚礼那天，漫天鲜花，誓言铿锵，我们曾约定风雨同舟，死生契阔，要相守相伴走完余生。可直到此刻，我才彻底醒悟，从头到尾，他从来没有站在过我这边。家人刁难我时，他沉默；亲戚算计我时，他默许。许家所有人把我当成提款机，随意践踏我的尊严时，他永远偏袒家人。许俊峰永远站在他父亲那边，站在他兄妹那边，站在所有欺负我的人那边，唯独没有一次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护我一分周全。周遭人声喧嚣嘈杂，我始终冷静自持，既没有动怒失态，也没有开口争辩，更不愿做半句多余辩解。我的语气平淡疏离，不带分毫情绪。许俊峰，你要是愿意跪着，就继续跪吧。离婚这事，你要是不肯同意，那我就直接走法律诉讼，一切交由法院裁决。我懒得再看他此刻狼狈不堪的样子，转身抬步径直向外走去，身后立刻传来他恼羞成怒、满含怨愤的嘶吼：“李晓彤，你早晚都会后悔的！”我脚步沉稳未停，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回头的念头。街边路灯一盏盏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晕将我的身影拉得纤长，看着孤身一人，身姿却格外挺拔。寒风猛地灌入衣领，凉意刺骨侵体，可我的内心却从未有过这般清明透彻。我心底了然，这段早已破败不堪的婚姻，从这一刻起彻底走到了尽头。从公园开车回到住处，刚推开家门，我便立刻感受到屋内凝滞又压抑的氛围。母亲紧紧攥着手机，指尖用力到泛白，眼眶泛红湿润，鼻头酸涩发胀，情绪激动地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：“小彤，你快看看手机，网上铺天盖地全是诋毁你的负面新闻。”我眉头微蹙，垂眼看向母亲的手机屏幕，本地短视频平台的热搜榜单赫然映入眼帘，排在第3位的标题格外刺眼扎心：卤味店女老板狠心夺权，公公病重之时逼夫离婚。我点开视频，里面正是傍晚在凉亭的画面，全程被人恶意剪辑，刻意拼凑过。视频里只刻意留下许俊峰跪地痛哭的可怜模样，我所有的辩解、隐忍和委屈全都被剪得一干二净，只剩我一脸漠然站在原地，决绝转身离去的清冷镜头。悲凉舒缓的钢琴曲缓缓响起，把压抑的氛围烘托到极致，配上的字幕更是字字诛心，刻意抹黑造谣。渣女李某夺走公共卤味配方与客源，害得老人重病无钱治病，还当众逼迫丈夫离婚。不过短短几个小时，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冲破100万，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，满屏都是指责谩骂，难听的话语络绎不绝。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就该被曝光，赶紧转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认清她的真面目。外表看着斯文端庄，没想到人品这么不堪。听说她明天新店开张，咱们都去凑个热闹，直接让她开不下去。我逐一看过这些尖酸刻薄的评论，心里没有半点怒火翻涌，只觉得荒唐又讽刺。屏幕后的这些路人，连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一无所知，
就盲目跟风站队，肆意转发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出言攻击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许家颠倒黑白，借机网暴我的棋子罢了。我沉默着点开微信，熟悉的老顾客交流群早已炸开了锅，一条条消息接连弹出，有人疑惑打探，有人坚定维护。童姐，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传闻是怎么回事？我吃了好几年的卤味，老板娘人品没得说，我才不信这些抹黑的话。你出来说句话吧，别任由外人胡乱造谣污蔑。我的手指悬停在键盘上方，迟迟没有落下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声音温柔又宽慰：别给自己添压力，是非对错早晚分明，不知道怎么说就先沉默，不用勉强自己。我轻轻点头，刚放下手机，便传来了电话的声音，是闺蜜王珍打来的电话，语气满是焦急慌乱。小童，你快去看直播，许俊峰他大哥带着他们一家人组团开播卖惨抹黑你。我点开他发来的直播链接，屏幕里是一间简陋暗沉的屋子，墙面挂着一块惨白的白布，黑字刺目醒目。为重病父亲募捐救命钱，许家的儿子儿媳正对镜头刻意挤出满脸悲苦憔悴的神色，做作又虚伪。大儿媳对着镜头声声哽咽，刻意拿捏着煽情的语调，博取大众同情。我公公被李小彤害得老店破产，负债缠身，如今重病卧床，连医药费都承担不起。各位好心人，求求大家帮帮我们，恳请大家慷慨捐赠，救救老人。直播间弹幕飞快滚动，礼物特效接连不断的弹出，打赏源源不断。有不明真相的网友追问事情原委，二儿媳立刻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，污蔑我抢走卤味配方，独占客源，狠心逼迫丈夫离婚。屏幕里辱骂我的弹幕刷屏不断，更有人带头煽动，扬言要在我新店开业当日到店门口堵门闹事，逼我彻底关门停业。我默然凝望着屏幕，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。外人不知真相，我却一清二楚。许家手里并不缺钱，大儿子全款购置新房，二儿子租了个店面开饭店，每个人都手握100万分红，根本不存在无钱治病的窘境。他们只是舍不得掏空自己的腰包，反倒妄图借着舆论卖惨，利用网友的善意同情心大肆敛财，顺带将我死死钉在耻辱柱上。我的视线无意间扫过直播间角落，许俊峰安静伫立在阴暗的阴影里，神情麻木漠然，全程默许嫂子们捏造谎言，肆意抹黑我，无动于衷。他这副冷眼旁观的冷漠模样，和那日在凉亭跪地博取同情的卑微姿态如出一辙。骨子里自私怯懦，永远无条件偏袒家人，从来不会反思自身过错。我面无表情地关掉直播，径直拨通王珍的电话，语气平稳笃定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。新店明天照常开业。电话那头的王珍瞬间拔高声调，满是焦急。你别冲动，现在全网都在诋毁你，明天铁定有人上门故意找茬闹事。我语气清淡，眼底却澄澈透亮，透着不容撼动的坚定。我没有冲动，虚假的谎言终究成不了真相，清白的事实也绝不会被流言掩盖。这时，母亲端着一杯温热的清茶走过来，轻轻将茶杯搁在我手边，眉眼间藏不住担忧。要不咱们把开业时间往后挪一挪，先熬过这波舆论风波再说。我握着茶杯轻轻摇头，语气斩钉截铁。不用改期，妈，做错事的不是我们，没必要藏头露尾，刻意退让。一旁的父亲眉头紧锁，语气凝重地开口：虽然不用推迟开业，但网上风波难控，一定要多加防备。没事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倒我。门店正常营业，卤味照常炖煮出炉，只要有顾客上门，我们就诚心相待，用心服务。母亲伸手紧紧攥住我的手心，掌心传来温热的触感，语气格外坚定。明天我和你爸都去店里守着，还有你哥嫂也会一早就过来帮忙。不管发生什么状况，我们一家人共同面对，一起扛。望着父母满眼的疼惜与义无反顾的模样，我喉头微微酸涩，鼻尖泛起一阵温热。人世间人来人往，聚散无常，唯有至亲会不问缘由，无条件站在我身后，为我遮风挡雨，护我周全。我轻抿一口热茶，茶水入口带着淡淡的苦涩，细细回味过后，唇齿间慢慢漾开清甜回甘，苦尽甘来，大抵便是这般滋味。次日天色尚未大亮，天边泛起细微晨光，我早早抵达新店，仔细排查后厨各类设备，逐一核对当日新鲜食材，随后召集全体员工召开晨会。我耐心安抚众人慌乱的情绪，敲定好工作流程，稳住店内运转节奏。
上午10点，街边人流渐渐稠密起来，数十位老顾客特意专程赶来捧场。街边围满了看热闹的路人，还有一家本地媒体闻讯赶来，扛着相机，举着录音话筒停在门店前。一只话筒径直递到我的面前，记者语气带着几分谨慎试探：“李女士，网传你侵占公公卤味配方，逼迫丈夫离婚，请问这件事是真的吗？”周遭无数视线齐刷刷落在我的身上，摄像机镜头尽数对准我，现场气氛凝滞紧绷，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。我刚准备回应，一只手却骤然蛮横地探了过来，粗暴夺走记者递来的话筒。来人正是许家大儿媳，她身后跟着丈夫许俊杰夫妇，许俊峰也赫然在列。一众许家亲戚浩浩荡荡站成一排，面色阴沉不善，刻意卡在人群最中央，抢占所有视线。大儿媳故作深沉地长叹一口气，对着镜头刻意垂下眉眼，摆出一副受尽委屈的柔弱姿态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还有在场的街坊邻居，我们今天过来不是故意挑事儿，只是想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，还我们一家人公道。他说着从随身的公文袋里抽出一纸合同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将纸面正对镜头。这是早年我们一起合伙开店的协议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卤味配方归店铺共有，上面还有李晓彤本人的亲笔签名。二儿媳立刻上前一步，举起手机屏幕对着镜头，刻意放大页面上寥寥几笔的转账记录。这些都是当初我们几家凑钱添置门店设备的转账凭证，是他狠心独占配方，挖走所有赎户，把我公公逼得重病卧床，连治疗费都拿不出，最后还冷血逼迫我3弟离婚。此话一出，围观人群瞬间泛起骚动，路人低声议论不止，一道道夹杂着鄙夷与非议的目光密密麻麻落在我身上。看着长得端庄体面，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母亲脸色骤然惨白，指尖下意识死死攥紧衣角，身体微微紧绷。父亲眉心死死凝起，周身寒气翻涌，神色冷厉肃穆。王真见状，立刻带着几个交好的姐妹快步上前，默默站在我身前围成一圈，警惕地盯着许家一行人，严防他们蓄意闹事。人群夹缝里，徐俊峰垂着半边身子，唇角悄然勾起一抹压不住的阴佛笑意。一旁的二嫂缩在人群角落，故作柔弱地揉着眼角，刻意挤出几滴假泪，借着旁人的视线博取大众同情。大哥清了清嗓子，刻意拔高声调，声音穿透嘈杂的人群，贪婪的野心直白暴露在众人眼前。证据摆在眼前，不容抵赖。我们要求李晓彤立刻关停新店，归还卤料配方，赔付500万逐成金。另外，必须和我弟弟离婚，净身出户。我静静伫立在原地，冷眼看着他们拙劣浮夸的表演，心底只剩一片漠然的讥讽。这般贪得无厌、厚颜无耻的行径，实在令人不齿。我抬手接过对方递来的合伙合同，指尖轻翻，精准停在配方相关的条款页面。我神色平静无波，清亮的嗓音沉稳有力，清晰传遍整条街巷。我承认这份合伙合同真实有效。此话落下，围观群众下意识以为我无力辩驳。许家众人脸上不约而同浮出胜券在握的得意神色，许家老大甚至扬起下巴，露出一抹轻蔑的冷笑。我抬眸望去，眼底清冷锐利，透着不容置喙的笃定，指尖轻轻点在合同一行小字上，对着镜头缓缓展示。但合同白纸黑字写明，本人以独家卤料技术入股，仅授予店铺合法使用权，配方研发权、知识产权永久归我个人，技术入股不等于产权转让。短短一句话，精准掐死对方的谎言。许家大儿媳慌忙低头盯着合同细则，脸色骤然煞白，指尖慌乱地在纸面上滑动，眼底闪过明显的慌乱，张着嘴想要开口辩解。我没有给他半句辩驳的余地，淡淡抬手指向身侧投屏电视，屏幕亮起，没有密密麻麻繁杂难懂的流水账单，只放出2张对比鲜明的截图，一目了然。左边是许家当初合伙开店的唯一一笔转账记录，清清楚楚40万，右边是年底的分红打仗，许家3兄妹每人200万。不用我多说废话，大家肉眼可见。我语气清淡，不带一丝戾气，却字字诛心。老店从装修、购置全套后厨设备，到每日生鲜食材囤货，门店运营周转，所有空缺资金全部由我个人填补。许家全程极少过问经营，只在年底准时坐等分红。我守店3年，日夜操劳，没有分到1分利润，而他们仅凭40万出资，就拿走了600万的收益。我侧目扫过脸色惨白的许家人，
唇角掠过一抹极淡的良相。至于网上流传我独占高额出资的虚假截图，我已留存公证证据，稍后会提交平台追责。是谁颠倒黑白、贪得无厌，在场所有人自有判断。我的语气平淡克制，可每一个字都直击要害，掷地有声。许国良患病，是在我离开老店之后。我在店任职期间，常年带他体检，给他购置进口药，调理身体，从未有过疏漏。如今他身体抱恙，其中是非曲折，自有旁人评判。至于离婚，我的丈夫眼睁睁看着家人不断算计我、欺辱我，自始至终冷眼旁观，从未有过半句维护。这样的婚姻，我为何不能决绝离开？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忽然走出一位身着正装、气度沉稳的中年男人，正是长期和我合作的卤料厂老板。我跟李老板合作了整整3年，所有内情我都知道。我极少见到许家一家人，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一次配方研发、卤制调试。这套秘制卤料是李老板常年泡在我厂库房，一次次筛选香料，反复配比熬制，独自打磨出来的配方，跟许家没有半点关系。说共同研发，纯属骗人。周围一众老顾客也纷纷应声附和，整齐洪亮的声音响彻街头。自从李老板走了，老店的卤味道大变，又咸又腻，我们早就不去消费了。许俊峰脸上刻意装出的委屈神色瞬间僵住，眼神慌乱躲闪，双手局促的无处安放，全然没了之前的笃定。大儿媳面色长得通红难看，方才嚣张跋扈、理直气壮的气焰彻底消散，眼底藏不住心虚与窘迫。许家另外2兄弟两两对视，纷纷避开旁人的目光，不敢与人对视。围观群众的态度瞬间反转，一道道质疑、指责的目光如同细密的针尖，尽数落在许家众人身上。难怪味道变差了，原来是老板娘被排挤走了。许家心思也太歹毒了，40万就想霸占别人辛苦研发的配方，1分钱分红都不给人家，还反过来造谣抹黑，脸皮实在太厚。摊上这么一家子吸血的亲戚，换谁都得离婚。记者迅速将话筒递向许家大儿媳，想要追问回应。她埋着头，嘴唇反复嗫嚅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慌乱之间，她仓促将合同塞进包里，带着身后一众许家亲戚狼狈退场，灰头土脸地挤出人群，迅速消失在街道尽头。喧闹的人群渐渐平复，络绎不绝的客人接踵而至，有序涌入门店之内。记者收起相机，主动上前礼貌致歉，坦言方才贸然提问有所唐突。街边看热闹的路人也渐渐散开，不少人顺势进店，想要亲口尝尝我做的卤味。后厨烟火升腾，卤料醇厚的香气漫溢整条街道，温热的烟火气驱散了此前所有阴冷压抑。父母忙着在前台帮忙打包结算，紧绷了一上午的面容终于舒展，眉眼间漾开浅浅笑意。王珍和几个姐妹没有离开，自发帮我维持店内秩序，熟络地给客人介绍招牌菜品。我站在明亮的门店里，看着眼前热气腾腾、烟火缭绕的景象，心底一片澄澈安宁。手机消息不断弹出，之前恶意抹黑我的热搜悄然下架，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实拍的开业现场，真实证据清清楚楚摆在大众眼前。网络舆论彻底反转，我随意扫了一眼评论区，谩骂声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屏的致歉与祝福。那些被舆论裹挟、盲目跟风的陌生人，此刻终于看清了是非真相。视线无意间掠过街角，我瞥见一道落寞的身影。许俊峰没有跟着家人一同离开，他孤零零站在树荫之下，隔着来往人群遥遥望向我，眼底混杂着悔意、不甘与茫然。我淡淡瞥了一眼，便平静收回目光，心底再无半分波澜。那段纠缠数年的感情，那些委屈煎熬的过往，在许家一次次算计抹黑中早已消磨殆尽。我不再留恋，也不曾惋惜，错的人离场才是新生的开始。午后阳光穿透云层，温柔洒落肩头，暖意驱散了深秋所有寒凉。我抬手整理好工作服领口，唇角扬起一抹浅淡从容的笑意。前路漫漫，过往不念，往后余生我只忠于自己，守着烟火小店，伴着至亲挚友，安稳坦荡，向阳而生。